急什么呀？不是我急什么，你得给我呀！啊！我这酒喝的，我都刚喝进一盒。你叫我来，就是来这个。什么意思啊？给我装傻是不是？我给你装什么傻呀？喂，哎，我说，抢救以后情况基本平稳。什么？还在抢救？他们医生还没完没了呢。你是在夸他吗？夸他？我有夸他吗？你到底能不能搞定啊？放心吧，我有办法。给谁打电话呀？啊，给公司的政府汇报工作。给我看。你干嘛呀？干嘛呀你？我想看看你给谁打电话，你反应那么强烈干什么呀？你看我手机干嘛呀？那你是不相信我？你看我手机是对我的不尊重，知道吗？我就想知道一下你在给谁打电话？你怎么，你跟我扯什么呢？扯什么尊重不尊重的？我都跟你说了，我在给谁打电话了。得了，我不想跟你吵。今天我跟徐主任啊，代表咱们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在这儿呢了解一下梅律师的救治和这个诊疗的情况。当然了，我们今天也邀请了家属，还有主治医生，还有指定代表人一起来参加这个会，跟大家说明一下，何主任呢，因为考虑到他跟患者的以前的亲属关系，所以他今天所发言的不代表伦理委员会的意见，他仅代表临床医生的意见啊。那就先请指定代表人说一说。赵主任的开场白并不十分准确。就今天这个会而言，其实不是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动议，真正的缘由是我较早前以梅律师生前预嘱执行人的身份，向医院伦理委员会提出梅律师按照他本人意愿自愿放弃临终抢救的要求。梅律师的生前预嘱，我早就提交给过2位他的医生，江小琪主任和何建一主任。这所谓的生前预嘱，是当事人在意识非常清醒，并且有完全责任能力的时候，对自己临终的医疗问题提出的意见。为的就是说，在他不能提出意见的时候，让我们这些作为医生的和家属有所遵循。我说的没错吧？您说的非常正确，这些内容在生前预嘱已经详细有列明，请大家翻看我们面前副本的第5页。梅律师的意愿明确载明，在生命末期或者不可逆转的昏迷，或者持续植物人状态下，不再继续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我不同意，我是他的女儿，我绝对不会同意放弃抢救的。但是梅梅，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你不放弃，你妈妈她也回不来。只要我妈躺在床上，哪怕她说不了话，听不见看不见，只要我能拉了她的手，我就觉得这日子能过。可你妈妈呢？你有没有想过，你妈妈的日子怎么过？毫无意识，任人摆布。她除了每天经受痛苦，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你妈妈她是个要强的人，她同意她自己这样活着吗？作为医生，我可以告诉你，绝大多数人到了生死关头，他都会选择活着。你们家属这种心情，我自然能够理解。家属为病人做决定，尽管今天普遍人会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从法理上来讲，任何人不能决定他人的生死，所以实际上这种行为已经算是违反法律精神的一种行为。对于一切个人事务，当本人有明确意见表达的时候，首先应该尊重本人的意愿。赵阿姨，她之前就提过一次这样的要求，上一次就提过，现在又提，而且一模一样。什么时候？
是这样的，我作为梅律师的主治医生，上次针对梅律师使用生前预嘱的反对意见是我主张的。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你们的意见，你们当时坚持反对的理由是成立的，所以我接受了。但是现在你们没有理由反对我再次提出这个请求。为什么？据我了解，梅律师刚刚发生了一次心脏骤停，你们违反了病人的意愿，不仅对他实行了心肺复苏，还对他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老何，怎么没向上汇报啊？心肺复苏的抢救可能会伤到患者的肋骨，可我们认为这是并发症，并不是医疗事故，所以没必要向院方汇报。但我仍然要对你们伤害病人的行为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这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为什么呢？生前预嘱在中国就不具备完全的法律效力，最终都得听家属的。但梅梅的意见非常明确，对吧？任何人都不可以替代她执行什么。你是律师，你应该懂法。如果这份生前预嘱具备法律效益，那如果我们反对，你可以去法院告我们。你为什么不去？因为你清楚的知道，这个生前预嘱没有法律效力，所以你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干扰我们，为的就是让梅梅主动放弃。行啦，这你提出了意见，我们这个医院也这么重视，开了会，讨论完就结束了吧？我们医生都挺忙的。是那个，要不今天先到这儿吧，回去，徐主任，我们也再向上头汇报一下啊，说一下情况啊。好，散会。喂，怎么了？你老婆在我旁边呢，我怎么接电话呀？你是不是傻呀？咱们见个面吧。好，在哪见？你要记得把我要的东西带来。我问你在哪儿见？长安1号2楼。今天晚上7点。长安1号2楼，7点。拜拜。来来，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啊？从我认识你到现在啊，从来就没见过你喝过那么多酒。你一定是有什么心事儿，是不是？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咱们俩是夫妻，有什么问题咱们俩一起面对，好不好？啊，乖。到底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啊！签了吧？签什么呀？你让我签了？
蕾蕾，你说我怎么说你呢？你真的是误会我了，我没有包养情妇。误会？包养？你少跟我玩文字游戏行不行？我不管你包养不包养，你不用强调那2个字，但是你在我们婚姻之内，外头有女人。蕾蕾，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是听到了什么，还是看到了什么。但是有一点你要相信，我是爱你的，爱孩子，爱这个家庭的，对不对？是啊，你可能接下来还得跟我说，你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可能犯的错误，是吧？你还跟我说，你那只是逢场作戏，在外头那都是闹着玩的，是吗？蕾蕾，你知道现在在外头谈生意、逢场作戏，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你说我们从大学就开始谈恋爱，婚姻几十年，走到今天多不容易啊！你怎么就可能因为这点小错误，你就要跟我离婚呢？你糊涂了吧你啊！小错误？你这是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你居然把它说成是个小错误！蕾蕾，听我说，你声音小点啊！听我说，咱们俩婚姻走到今天，真的是很不容易。你看看现在，咱们这波同学，有几个没有离婚的？比如何建一。而且咱们现在把孩子已经养这么大了，咱们的生活平平稳稳的，你怎么可能因为这点小事就不原谅我呢？再说了，我这么做是为什么？我这么拼死拼活在外头干，我是为什么？我是为你，为孩子，我是为这个家。蕾蕾，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我的气，蕾蕾，我知道你很生我的气，我请求你原谅我，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啊，你给我一次机会，我马上改正，我马上跟他断绝任何关系。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不想破坏这个家庭。你不想破坏这个家？我告诉你，方志军，从我喝酒的那一刻起，我那一晚上我都想明白了，你是一个坏人，你这个人在品质上你有问题。蕾蕾，你在说什么？你糊涂了吧？我糊涂了！你别碰我！行，既然我已经决定了跟你离婚，我就告诉你，让你看清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坏人。你在我们婚姻之内去外面劈腿出轨，行，这个我且不说。在事业上呢，你在辉卫制药厂都干了些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告诉你，因为我是你老婆，我实在不愿意想象你去干了那些伤天害理。我那是为谁呀？为你，为孩子，为这个家，你看不出来吗？你为了这个家呀！我告诉你，你都是干了些什么缺德事，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根本不愿意去相信你干的那些缺德事。我告诉你，法律会来找你的。还有，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王志军，你在跟我谈恋爱之前，你都做过些什么呀？啊，你在跟我谈恋爱之后，你怎么就不告诉我？你还瞒着我，你要瞒我多长时间？你听我，你爱我，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爱我，你爱我，我从来没有看出来你在爱我。你要瞒到我什么时候？我会给你拿出一个有力的证据。全心全意为了你，你居然就这么为我被你骗了这么多年。我是个坏人。
你在看什么呢？你说，这个姑娘她在想些什么？她想什么我不知道，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你怎么还不给我打款啊？我想了想，我还是无法确定你手上到底拿的是什么东西，值多少钱。万一你蒙我怎么办呢？你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是吧？拿着这笔钱去国外好好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别去惹那些没有必要的麻烦。你刚才这句话，我能不能够认为你是在威胁我？除了录音，他还有很多关于溶栓剂的内幕，值钱吗？你一定备份了是不是？你了解我。那我出钱有什么用呢？过不了多久，你还会来敲诈我。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是有过一段交情的，我不会那么觉得。你把钱给我，我就走。备份呢，在我这就是护身符，我可不像梅律师一样下场那么惨。有备份在，你们就不会拿我怎么样。因为如果我出了事儿，你们都会被曝光。喂，梅律师醒了。不可能吧？你慌什么呀？你不是说过梅律师出车祸和你没有关系吗？方志军，我告诉过你，有些底线是不可以触碰的。行了，我等一会儿去见一个人，那你自己就好自为之吧。怎么样，想好了吗？值多少钱？是挺值钱的。你等我再想想，而且这个事儿，我也得给郑总汇报一下。我就知道你拿不了主意。好吧，我再给你一天时间，明天你给我信儿。之后我可没时间再等你了。蕾蕾，咱们俩出国吧。婚姻几十年真的不容易，我不想就这样轻易的放弃了。啊，我们出国以后，我们重新开始，好吗？离婚协议签了，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